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张表格的数据。这张表格数据是推特上面一个博主统计了9月份，截止到9月25号之前，所有币安阿尔法项目空投出来的利润所得。它利润会选取了3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当日这个币开盘的时候的一个收盘价，以及当日这个币首日最高价，再就是25号当天的一个价值。我把这3个价值的数据发给了 GPT， 让它帮我统计出来。这3组数据分别是3023个 USDT、5004个 USDT、3249个 USDT。这个表格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9月份币安回馈给他们用户的一个利润，一些福利还是非常的可观。虽然一个币安的账号不可能每个项目发空投它都能领得到，因为有门槛，门槛的话就是必须要大于多少多少分，这个积分是币安阿尔法领取空投的一个门槛。好，那我接下来再给大家去展示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实际刷空投的，在9月份他领取到的一些空投项目，他到底领取了多少次？这是一位大3在读的一个大学生，是我现实中的一个朋友，他给我发的截图。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张截图，这里就领取了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好，总共是8个项目他领取到了。我就保守估计每个项目它可以获得100个 USDT， 那8个项目就是800个 USDT， 那就是5600多块钱。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大3，如果他能够再拿着他爸妈的号或者是朋友的号多开2个，那岂不是一个月就是有1-2万块钱？好，表达这些信息的逻辑的层面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所有的普通散户都值得去参与一下币安阿尔法。OK， 那我这一期视频就专门给大家分享一点币安阿尔法怎么去玩，如何低成本的去刷币安阿尔法来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为了做好本期的视频内容，我专门做了一个思维导图。本期内容会分为接下来几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就是专门针对新人篇的如何注册币安，如果你是老用户有币安账户，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第二个篇章就是具体讲解一下币安阿尔法的这些刷分的一个规则。第3个篇段就是讲如何低成本的去刷币安阿尔法，里面会有哪些小技巧。第4个篇章我会亲自的去实操演示一遍，并且最后还给大家计算出成本，以及如何刷币安阿尔法哪一个档位是最划算的。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是一名新手小白，你还没有注册过币安账号，可以直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来注册一个币安账号。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来注册币安，你可以永久获得 20% 的手续费的优惠。注册币安账号其实很简单，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去注册就行了。但是注册之后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实名认证。注册完之后还有一个卡点，就是需要下载币安的 APP， 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使用的是中国区的苹果 ID 账号，中国区的苹果 ID 账号是不能直接在 App Store 里面直接去搜索币安 APP 去下载的，所以你需要一个海外的 ID。这里的海外 ID 美区的 ID 是不行的，我建议是用香港或者台湾的苹果 ID。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搞定香港或者台湾的 ID 的话，直接在百度里面或者是浏览器里面去搜台湾 ID 关键词，会出来一堆卖账号的网站，直接花个20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去买一个这种 ID 账号。好，等你注册完币安账号并且实名认证了，又下载好币安的 APP 之后，接下来就需要你去拿着你手中的法定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去换 USDT。好，这些流程都搞定了，就你成功入门了币安交易所的这个门槛。如果你这些步骤都不知道怎么去玩，接下来你可以找到我的屏幕主页，在屏幕的主页，比如说像这一期币安买币教程，我都讲得清清楚楚的，或者看一下这一期，都是有这种专门讲解币安或者欧易的注册、下载、实名认证等等一系列的教程，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现在给大家讲币安阿尔法的具体规则，具体规则会分为3个小板块，一个是币安阿尔法有一个积分，这个积分是怎么去获取的，然后就是积分统计的规则以及积分的用途。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币安这个 APP 里面怎么找到币安阿尔法的这个入口。我们需要点击首页里面的这个更多按钮，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币安阿尔法活动这个按钮，我们需要点击进去，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你目前的总积分。好，他这里写了一段话，
就是币安阿尔法积分，它是一个积分体系，用来评估币安用户在币安阿尔法以及币安钱包生态的一个活跃度。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的积分有几个，一个是余额积分，一个是交易量积分，一个是任务积分。但是这个任务积分是在10月3号就要截止了，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我今天就讲的是余额积分和交易量积分，这两个积分是长期都有的。好，我们打开这里的余额积分来看一下。余额积分其实很简单，它会快照你每天的在币安或币安钱包里面的所有的余额。当你的余额大于等于 100U， 小于 1000U， 余额积分为1个积分。你的余额如果大于等于 1000U 而小于10000U， 你的余额积分就可以获得2积分，是每天都会快照的。当你的余额大于等于10000U， 小于100000U， 你的余额积分是为3积分。当你的余额大于等于100000U 以上，你的余额积分为4分，4分是最高的，封顶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积分的规则。交易量积分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在币安平台或者币安钱包里面去购买币安阿尔法这个板块的代币，然后它会给你统计这个交易量，但是这个交易量它只算你买单的一个交易量，你卖出的交易量不算。比如说 XYZ 这个币是币安阿尔法板块的这个所属代币，你买入了 XYZ 这个代币，它就算你的积分，但是你买了之后你要把 XYZ 这个币要卖啊，卖出来的时候不统计交易量，好吧？大家记住这一个规则。第二个规则就是你买入2U 的交易量是等于1积分，买入4U 的交易量是等于2积分，买入8U 的交易量是等于3积分。其实大家看这一个数列排比，学过数学的简单的数学题都知道，这就是什么？换算成数学公式就是2的 n 次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每要增长1分，你在之前的交易量就要翻1倍。好，我给大家去看一下最全的一个统计图，这是网上大家统计出来的。我们来看前面的这种个位数、2位数、3位数、4位数的这些交易量，其实都很好刷。但凡到了5位数了，尤其是到了65000这个档次，对应的就是16积分。这里呢，基本上是散户的一个极限了。你再往上面刷到6位数的、10多万积分的、20多万积分的，这个就不划算了，因为交易量太大了，你的可能磨损的话，你的成本就要付出的更多。所以这里我就建议大家尽量就往15分、16分的这个档次去刷。大家在这个交易量积分的这个规则就要记住一点，每增加1个积分，交易量就要翻倍，要记住这一个公式和规则。我来再讲一下这个积分的统计规则，就是币安它会具体统计多少天之内的一个积分呢？这里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币安阿尔法积分是过去15天内的每日积分的总和，这每日积分包括了这2个余额积分和交易量积分。如果比如说现在是15号，那就会统计1号到15号的一个积分的总和，如果到了16号，那就统计2号到16号的，以此类推，知道吧？最后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积分拿着会有什么用。所以说积分的用途主要是去拿这个币安阿尔法的空投。币安阿尔法它是属于币安这个板块的一个上币项目的一个板块，有一些中小型的项目基本上都会上币安阿尔法了。现在币安现货上币的频率非常低了，基本上都会新币会上币安阿尔法这个板块。好，上币安阿尔法的板块，币安官方会要求这些项目方你要拿出一部分的代币出来，我要奖励给我平台的一些活跃用户，奖励的就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我们点击这里的空投板块，点击进去，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积分的一个门槛就是190个积分，前天的是175，后面的基本上都是200积分的一个门槛。所以说我这里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刷，你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要刷到200分以上，才能够拿到这个空投奖励。积分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你可以参加币安钱包的一些 TGE 活动或者 BOSS 的这些活动，但这些活动相对于这种空投板块的，它的频率没那么高，基本上辅助作用。了解完具体的这个规则之后，我们就好去怎么操作了。这里接下来我就要去讲如何找到这种合适的刷量的这些币种，如何让更低的磨损的交易量来博更大的一个利润。为什么呢？因为你刷的可能和别人刷的是不一样的，别人可能他的成本会更低，但是他拿的空头奖励可能和你是一样的，但是成本更低，人家的利润就更高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在平台规则允许的前提下，我们要找到最合适的一种方法，成本要最低。好，那我接下来就教大家这具体的方法，如何找到合适的币种。首先我们在币安的这个行情页面，我们点击进来，看到币安的行情页面，在行情的这个板块旁边有个阿尔法这个板块，这里就是所有属于上线币安阿尔法板块的这些新币。但是这个新币我们只选这里的积分加，
这个积分加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币种这里带有一个阿尔法的标志，有一个乘以4的一个标志。这里的乘以4不是说你刷它之后你的积分乘以4，而是你的交易量会乘以4。比如说你拿1000U 去刷这里普通的代币，比如说我选择普通的代币，这个代币或者这个代币背后就没有乘以4的这个标志。如果你刷了它，虽然你也有交易量，拿1000U 来刷，那就只有1000U 的一个交易量刷一次。但是如果你刷了这种乘以4的这种代币，你刷1000U 刷一次，那就有4000U 的交易量。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选择在这里积分加这个板块去找这种合适的币种。好，找到这些积分加乘以4倍交易量的这些币种，不是说每个币种都能刷的，我们也要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我自己统计出来的。首先就要找交易量大的，交易量大是属于什么？是属于每日的成交量要大。你不能够选择那种每天成交量才有几十万几百万的那种币。为什么？因为它的交易不活跃，你刷进去你不好去卖出来，及时的你卖不出来，你有可能随着它的币价波动的话，你有可能是亏的，那就不是你的磨损成本了，那你可能就是直接币价上面的跌幅涨幅的这种亏损了。好，找到交易量大了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币种的分钟线或者15分钟线的一个价格，它的价格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能够有个大起大落的这种涨跌幅就不行。好，还有一种就是价格波动大，上涨趋势或者下跌趋势的这个币一律不要刷，每日的币种的交易量不活跃的这种币也一律不要刷。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示，我昨天找到的一个币，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这个币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好，这个 POP 这个币，我以 POP 这个币举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交易量在哪里找。交易量这里有一个小箭头，看到没？我们点击展开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24小时的成交额有多少？有 7.24 亿美金的一个成交额，这对于一个新上线的一个币种，它这种成交额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不活跃的，我随便找一个不活跃的，比如说我就随便点一个。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BOT 这个币种24小时成交额才1240多万，这种交易量肯定是不活跃的，是吧？好，我们选择这个 POP 来看一下 POP， 再来看一下它的 K 线。它的 K 线虽然来说没有那么一条直线走成那么一条直线那么稳定，可能也会上下有波动，我们就切换成15分钟来看。其实15分钟也还好，它这种波动也不算特别大，只不过有一些插针的这种行情，像这种插针的行情肯定比不上那种走成一条直线的那种币种。所以说如果你刷这种币的话，如果你是手动去刷，那很有可能你会受到这种币种上下波动或者是插针的这种行情，会损失你的本金，并且会损失的很大。那接下来我就告诉你如何去刷这种它的交易量每日的成交额比较大的情况下，但是它稍微又有一点波动，还有一些插针行情，那我们该怎么去刷？首先我们来点击选择好币种之后，找到合适的币种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交易，就进到了具体的交易板块。在具体的交易板块来看，这里会有一个反向订单的一个功能。这个反向订单的功能是需要你去把币安 APP 去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如果你没有更新，那是刷不了的，是使用不了这个反向订单的功能，而且是苹果手机，安卓手机暂时没有这个功能。好，这个反向订单是什么意思呢？反向订单我一句话给大家简单解释，就是你的买单和卖单可以一起去操作。你可以把你的买单价格和卖单价格设定好，然后点击买入。好，买入之后，首先币安这个平台会自动帮你把买单成交进去，就是拿你的 USDT 去成交这个 POP 这个币。成交完之后，你是不是把你的 U 买成了 POP？ 你这里不是设定了一个卖出价格吗？它会瞬间买完之后，瞬间把你的卖单又直接卖出去，这样子 POP 又换成了 USDT， 就在那么1到2秒钟之内，瞬间让你买单卖单一律搞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防止了它这个 K 线波动或者是插针的行情，防止你的成本你的本金受损失了，是吧？ OK， 理解完这个反向订单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反向订单具体该怎么操作。我这里写的也很清楚，你买单的价格我建议要比市场上面就是这左边的这些最新的一个成交记录，要比具体最新的一个成交记录的一个买单要低，要稍微低于市场，要稍微大于市场的最新买单价。说错了，不好意思，一定是大家要理解清楚，就是买单的价格一定要建议大家的价格要稍微大于市场最新的一个买单价。怎么理解？比如说你去买一个商品之后，大家都在买，是吧？有 N 多个人都在买一坨牛肉，这坨牛肉可能市场的最新价是某某价格，但是你的出价就比市场的最新价要高，那个卖家是不是要最先就卖给你了？这样理解好理解吧？好，你的卖单价格，比如说你是卖牛肉的，市场上面有很多人都在买，但是市场的最新价就是某个价格。好，你这个商家你就低于市场的最优价，你直接卖出去，是不是卖的这个更快？就是这么一套理论的一个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这里也直接给大家备注出来了，你只要这么设置的话，才能够快速成交啊，才能够避免价格波动带来的本金亏损。OK， 理解完我这2条规则和规律之后，以及这一套方法之后，我接下来实操一下，给大家实操演示一下该怎么去刷，如何利用这个反向订单怎么去刷。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的 POP 这个币种的下单区，这里下单区它这里的输入的第一行的价格其实就是买入的这个价格，这个买入的价格其实平台这里有个建议价格，我们就按这个平台的建议价格，稍微用你的手指点一下这里的建议价格，就自动就输入进去了。这里的成交额你输入你想交易的数量，具体 USDT， 比如说我刷1100个 USDT， 然后反向订单也就是卖出的这个价格，卖出的价格我们去找这种红颜色的这个最新成交记录就属于卖单。好，市场的卖单现在是 0.00907， 那我就低于这个市场价格 0.00907， 那我就 0.00 输错了这里，那我就低于 0.00907 0.0089899或者897 898都行。好，我直接点击卖出，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瞬间就成交了，买单卖单瞬间成交了，看到没 ？OK， 成交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我的成本付出了多少，磨损有多少。我们点击这里的一个小标签，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历史委托订单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刚刚的一个卖出的一个和买入的一个成本。我先点击这里的买入，买入的话这里有个手续费，大家看到没？手续费是 12.69 个 POP， 然后乘以它这里的均价嘛，均价是 0.00861， 可能比我设定的价格还要低，因为是自动卖的。好，我这里给大家算一下这里的实际的一个磨损 ，12.6几来着？来看一下 ，12.69 是吧？乘以 0.00861， 0.00861， 磨损多少？才 0.11U 啊 ，0.11U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卖出，我们点击这里的卖出，我来看一下这里的卖出的它手续费多少？它直接是按那个 USDT 算的，因为卖出的话是算 USDT 单位，买入的话是算具体的币种。这里卖出的话才 0.1 个 USDT， 这2个加起来才多少？ 0.2 个 USDT， 所以这就是你的总磨损成本。说错了，不是总磨损成本，是你这一买一卖的磨损的成本，才 0.2 个 USDT。OK， 那我又给大家实操演示了一遍之后呢，我们就找到了低成本去刷币安阿尔法的这套方法了。找到这套方法，我们再计算一下最终的一个成本。比如说，我就拿1100个 USDT 去刷交易量，比如说我刷一次要乘以4倍，我刷的是4倍的交易量的这种币种，那就刷一次就是4400个交易量。4400个交易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的积分统计。我比如说我要达到16积分，那就要刷到65536以上。好，我就按65536来算，65536除以多少？除以4400，我要刷多少次？我要刷 14.89 次，那就是15次嘛。我刷15次，15次，我每次的成本是 0.2U 的一个磨损，乘以15，多少？ 3U。你一天的磨损是 3U， 比如说你30天的成本是 90U， 好吧 ？OK， 这里的成本1个月的成本算出来了，那我算一下你1个月的收益是多少？比如说，我就按币安阿尔法平均来看的话，是以200积分来发空头。那我来看一下，比如说你这里刚刚我们是统计的16分嘛，你的余额如果是1000U 以上，那就还有个2分的一个余额积分，那就是18分。你一天可以获取18分，乘以30天是多少？是540个积分。540个积分离600积分还有多少？还有3天，那就是相当于33天左右，你可以得600积分。600积分除以200积分，那你可能在33天之内，你可以最少你可以领3次币安阿尔法的空头。我就打一次100U。就是多少 300U 减去 90U， 可能还有3天的一个磨损，3天的磨损大概就是还有3U， 那就 99U 减去 100U 减去 100U， 200U 的收益，200U 的收益33天之内，这就是最低的一个保守估计啊。比如说我按那个刚刚我视频开头那个大学生大三在校的大学生的领空头的一个频率的话，他1个月下来9月份还没走完，一个月下来是8次的空头，8次的空头我就打每次空头 100U 800U 减去 99U 多少？ 701个 USDT 的净利润乘以 7.1 的汇率，将近5000块钱，知道吧？5000块钱，比如说你拿你爸拿你妈的账号都搞起来，那你1个月是不是最起码月入过万了？ OK， 刚刚说到拿家人的账号，那就我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其实币安对于这种开多号的这种情况，其实抓的还是蛮严的。
之前的话，币安阿尔法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没这么严。那我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看，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想拿爸妈的号或者家人其他的一些号拿去刷，你不要去每个账号之间去互转。如果你的资金体量不够，那就一个号老老实实去刷。如果你的资金体量够的话，你每个账号都能够去一直沉淀在大于1000U以上的这种资金，那你就可以拿3个号、4个号啊，甚至更多。但是我建议你就拿家人的，把爸妈的号搞起来就行了。如果你资金情况允许的话，因为如果你要在网上搞其他的号，它会弹人脸的，弹人脸很麻烦的。如果你是家人的话，随时能够和家人待在一起的话，你可以刷个人脸没事的。还有一点要求就是网络，你的 IP， 你3个号，比如说你的号、爸妈的号，你3个号，你的 IP 不能连同一个，就是不能连 WiFi。你在移动营业厅或联通营业厅，你去办一个最低成本的一个电话卡，每个卡插上去，每个 IP 不要互联。不要连家里的 WiFi， 只要保证你的 IP 是不一样，然后资金不会穿插着每个账号互相转移转账的话，应该被封号的概率就会很低很低了。最后我还是想照顾一下安卓用户的这些粉丝朋友，因为安卓用户的手机上面在币安上面是不能使用反向订单的功能的，所以说你不能使用这个反向订单的功能，就刷不了这个4倍的代币。那该怎么去节省这个成本呢？其实也有方法。首先，你刷币安阿尔法的时候，你就在钱包这个板块去刷，钱包这个板块你刷交易量一样的，它是认的，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接收按钮，然后直接从币安平台把你的资产划转过来，就划 BNB 就可以了。划转过来之后，我们在市场这里点击一下，前往阿尔法这个板块。好，在这里我们具体要刷哪个币呢？我们具体就刷 KOGE 这个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KOGE 这个币的它的 K 线，比如说我们看它15分钟或1小时的 K 线吧，我缩小来看。这1小时的这种 K 线向量就跟一条直线一样的，虽然这上下还有一些波动的插针的这种行情，但是如果你刷得快，来回买卖刷得快，其实磨损也很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可以使用我屏幕下面的币安钱包的邀请链接，我币安钱包的邀请链接点击进来之后，输入邀请码，在这个返佣这个板块，你进来之后，这是我没登录的这个状态啊，登录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填写邀请码的一个按钮，你就填写大写的GB6V4TXJ， 填写这个邀请码可以获得 10% 的手续费的折扣，也可以省一笔成本钱。我会把这个邀请链接放到我视频的下方，大家一定要在电脑上面登录哦，登录了之后你才能够去获得这个邀请码，手机上面是不行的。好，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去分享这么多，我今天就把这种我自己压箱底的一些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呢都分享出来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能够对你起到一点点帮助，请对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在实操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可以随时在我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